别晚宴，我叫张三。想笑你就笑吧。以前也常有人问我，是不是充话费送的，才会叫这么个名字。其实恰好相反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都是第一个被老师记住名字的学生。不过嘛，除了这个酷炫的名字，我倒是挺乏善可陈的，成绩不好不坏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奇怪，我为啥要拿初中的事说个没完？因为在咱们那个世界，我没有更后面的记忆了。初三那年，我上课开小差玩手机，被一个弹窗小广告吸引进了这本书里。而来16年又8个月，这么算来，我成为夏侯诞的时间，竟已经比当张三的日子还长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最近2年，我有时会突然心生怀疑，书外面的世界是真的存在，还是我脑子生病而产生的妄想？说来好笑，当初来到此地，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结束的噩梦。可如今回头去看，却连初中的校名都险些想不起来了。直到你问出那句 How are you？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原来我曾有血有肉的活过，有过父母，有过朋友，有过未来。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，你在那一瞬间拯救了我，我却在下一秒就制定了欺骗你的方针，取得你的信任，成为你的同盟，让你手中掌握的剧本为我所用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用最稳妥的方式取得胜利，让太后和段王血债血偿。你放心，蛋总，我们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会帮你到底的。在你面前，我不仅将过往尽数粉饰，连言行举止都会刻意控制，努力扮演一个你所熟悉的现代人。你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能保护他不受欺负吗？这倒是。那你能保证3000弱水只取他一瓢？这也容易。作为张三，喜欢你似乎是天经地义；作为夏侯诞，却要近乎魔障。我说不清是何时爱上你的，我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害怕露馅了。万一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我不再是夏侯诞，重新在你面前成为张三时，我才一点一点地想起自己离他已经有多远了。你来得太迟了，万一，这里已经没有等待你的同类了，你只能摊上一个疯得食人无多的我。溺水之人都祈求能抓住一段浮木，可当他们离岸太远，注定无救，再死死扣住浮木，就只会将浮木也带入水中。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，我希望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迹，在这黑风孽海，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睡个安稳觉。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，惊惧防备的眼神。我最希望的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，皎皎如月。咱们就要打一把狗分家13，永远是最出美的，无所畏惧，大杀四方的小姑娘。
全敢开号叫串烧王，哪怕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站住！不到不孤。我已经没有故乡了，你就是我的故乡。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，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，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，一直做到死去的那一天。朕恳请北叔待他救如待朕，务必护他周全。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明天我自当尽力，万一我成功了，你的担子也能轻些。如果我失败，也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，应该也能逃出升天。在这后者路，就要你一个人走了。天涯路远，江湖险恶，多加小心。生而不为人，我很抱歉。虽然对你撒了许多谎，但这一句绝非虚言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。你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。到那时，如果原谅了我，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，就当我去陪你。长子。曾有光乍破残，我魂魄。夏侯惇，已经直呼朕的名字了。先帝报药，深感天命将至，特立遗诏传位于太子。但太子年幼，端王代其摄政。至于称呼嘛，不过就是个虚名，先帝随意选择，臣都可以。不如你换上女装，扮作太后如何？夏侯惇，哎呀，朕忘了，你怕他呀？你说什么？你从一开始就清楚知道是谁害了你母亲，是谁害了你，但你只能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到一个无辜之人身上。为什么呀？只因你太弱了。你需要一个仇恨的对象才能活得下去，所以你挑了一个软柿子。他有头疼病，他是傀儡，他是因为幸运才坐在那把龙椅之上，所以你夏侯伯要告知全天下，你端王事事都比他强，你端王才是那个天命之人。
一个手下败将，如今都身陷囹圄，嘴还这么硬。你说这些不就是想激怒我吗？没用的小猴蛋，别挣扎了。说到你心里去了。闭嘴！王爷，我去杀了他。不必，待会儿好好招待先帝。当然了，除了他的右手，等下还得抄遗诏呢。对吧？你过来，留下什么呀？等等。过来。君爷，我们是去培养看病的。拿出来看看。你们随我来。林将军，人已带到。婉音，阿白，哦，好香啊！多添副碗筷呗。别小气，你都是皇上了，添我一副碗筷怎么了？昨夜我夜观天象，5颗星即将连成一片。所以呢？你可别不当回事儿。师傅的卦一向很准的，他老人家还有句话托我带到：你俩的相遇，也许并非幸事。是我。请进。去营里行走，男装确实更方便一些。这是刚熬好的汤药，已经不烫了。谢谢林将军。其实，我还是习惯你叫我阿白。你到底是阿白，还是林玄英？我是林玄英。我原本以为是你杀了林玄英，然后冒充的。但后来仔细想来，你虽然蓄了胡须，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我天生一缕白发，阿白是师父给我起的混名。但你刚出师，怎么就当上副将军了？这个嘛，因为你不是刚出师。我们的初见，其实不是你与陛下的初见吧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这个涉及到一些我不能说的隐情。如果你是指陛下从异世界来的过往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全都告诉我了。他千方百计地瞒着你，就是怕吓跑了你。多年前，家世无名可卜了一卜天卦，算出有异世之子的到来，将会改变国运。他本想亲自出山辅佐，但那一卦看破天机，使他元气大伤，只能在家休养，所以才派我出师找到了陛下。等我到了皇宫过后，陛下却说我另有用处。我已经秘密培养了一批忠于我的暗卫，你留下护我左右的意义不大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没有兵力就没有底牌，无论如何周旋，都弄不到朝中的敌人。
所以，你想过参军吗？之后我就混入了右军。的确，右军与端王关系最远。你们如果在里面搞些小动作，不容易被察觉。也多亏了那个尤将军是个草包。尤将军身为右军主帅，却无半点大将风范。这也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，只是由他坐着那个位置，朕使唤不动他，端王也使唤不动。我和陛下一明一暗，才能在各方势力的眼皮子底下架空了他。现在右军基本都听我的。娘娘，你可以相信我的，我送给你簪子，是为了让你戴在头上，而不是握在手里，成为防身的武器。对不起，阿白，这一路发生了太多事，在培养遇到你，又太过容易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怀疑。我明白，所以从培养开始时，我就派手下信任的人，在城门口日夜换岗，不停地巡逻。我怕你会易容换装，所以特意叮嘱他们，注意云雀样式的簪子。谢谢你，阿白。郑太医，本王的腿怎么样啊？殿下洪福齐天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够痊愈。我要听实话。我等一定竭尽全力医治。我等一定全力医治。殿下，您腿上的伤，极易引发脓毒血症，需要尽快截肢，才能够保全性命。好啊，你们都看不出来。来人，除了他，都拖走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且慢。殿下，他们只是不敢和您说实话。一群废物东西，还不快滚！谢殿下，谢殿下，谢殿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下官萧天才。王爷，他就是替太后吊着一口气的那个萧太医。你说你能治本王的腿？下官刚才说了，只有截肢，才能够保全性命。可有10成的把握？纵然是华佗在世，也断不敢说有10成把握。但身为医者，治病救人，定当竭尽全力。行啊，你也先下去，容本王再想想。